今天在这里啊，我主要想和大家聊一聊我身后的这台 Cafe Racer。我呢没太怎么准备稿子，大家见谅，我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主要是想讲一下我为什么要改，以及怎么改，还有呢这中间走过的一些弯路。我希望我这个视频呢能够帮助到最近正在改 Cafe Racer， 尤其是改和我同款车的朋友，能够提供一些有用的点子。车呢，想必大家已经认出来了，这本来是台雅马哈的 Fazer FZ6， 是我2年前买的。其实买之前呢就有萌生改 Cafe Racer 的想法，奈何当时我的驾照是 A2， 就是在法国这边只能骑35千瓦以下的摩托，所以当时的选择余地很有限。后面我又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关于这台车的一些正面的评论，比如说铝合金的主车架，比如说从 R6 继承来的引擎等等，所以我就没怎么做太多功课，我就直接买了一台二手的回来。其实说实话，现在来看呢，这台车啊，并不是非常容易改 Cafe Racer 啊，这个我后面会再提。如果大家准备选一台车改 Cafe Racer 还没有买的话，我的建议是认真选一个比较容易改的车型，比如说本田 CB 系列之类的，就是那种网上已经有很多的成熟的改装案例的，这样呢大家会省掉走很多弯路。我个人是相比较复古车型来说，我是不太喜欢现代街车的样子，就是我觉得它尾巴翘得很高，是吧？然后就开始降下来，然后到前面油箱那里呢，又开始上扬啊，有一个很臃肿很大的油箱，很高。到前大灯那里呢，它又会把大灯装到很低，总之很不和谐。就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其次呢，改 Cafe Racer 啊，是我觉得我想真正自己动手去做一台属于我自己的车。我想尝试一下，就是在改车这里呢，作为一个纯粹的业余爱好者呢，我能走到哪一步？我改这台车啊，想必和大家一样，基本都是边学边上手，主要是通过油管上的几个改车的先例，这个我会放到下面的视频链接里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已经是第3个版本了，对，我改了3个版本出来。要想仔细说是怎么改的，我得从最开始讲起。这里大家看到是第1个版本，也就是拿来一台街车以后改 Cafe Racer 最直接、最行之有效的做法，就是把后面的车架锯掉、锯短，然后焊一个 U 型的钢管，最后在上面装这个驼峰座椅。当然还要换分离式车把、大灯、尾灯这些呢，我就不提了。我呢在做这第1个版本时候啊，我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就是刚才和大家提到的这个雅马哈 FZ6 啊，其实是属于那种很不容易改成 Cafe Racer 的车型。首先你们看，它这个整体的车架的走势啊，它像一个 V 型的，它从尾部啊先下倾，到油箱这里又上扬，到大灯这里呢又下去了。这种情况下，就是如果你只改后车架而不动其他地方的话，那么你很可能改出来一个比较丑的结果。当然我个人意见了。其次啊是这个油箱，雅马哈 FZ6 这个油箱的容积比起它的前辈是增加了不少，但也给改装 Cafe Racer 带来了一些问题。一个是油箱太臃肿了，破坏掉了整体的和谐感。第二个就更致命了，它这个油箱啊前面的部分太宽了，你这个分离把装不下去，否则的话你转动车头的时候把会撞到油箱上面。这个是我的第2个版本，大家看是不是比第1个版本在整体的车型上面和谐多了？这里首先我对油箱做了个改造，我用玻璃纤维重新做了一个油箱盖，然后用不锈钢做了一个真正的小的油箱在里边。当然这样做的代价呢，就是油箱容积变小了。原车我记得是19升左右吧，现在可能只有5升左右了。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对这个腰线的走向也做了比较大的改动，就是力求它能做出来一条贯穿全车的一个水平的直线。那为什么我后面又改了第3版呢？这个主要是安全考虑，还有法国这边的一个汽车环境。我不清楚大家居住的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机车文化、改车文化。在法国这边原则上来讲，你是改不了什么东西的，因为你改了就不是原装了。不是原装的话，按照原则上来讲是没办法上路的。对，但其实现实中大家可以看到，照样相当一部分的改装车在路上跑。是因为警察们他是有很多红线的，你不要去碰他的红线，你改一些东西，他一般不会为难你。哪些是红线呢？有一个就是这个悬挂和主车架连接的地方，如果你把这个地方锯掉了，你把悬挂另外焊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如果被警察看到了，还是比较麻烦的。对，这也是我改第3版的原因。就大家可以看到，相比较第2版来说呢，我又换回了原厂的副车架，这个是原厂的，我只是把这个乘客的脚蹬锯掉了。对，这个不影响结构的，整个这个结构还是原厂的，就什么都没改。然后我在上面呢重新做了一条水平的这个线，来体现这个 Cafe Racer 的这个元素。这个呢这样呢可以避免我就是改动这个悬挂，当然更安全了。其次呢，遇到警察检查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说实话呢，这台车虽然我有时候会骑出去兜风大的东西基本完工了，但其实距离真正的一台完整的 Cafe Racer 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一个是这个油箱的容积太小了，我估计后面还要做一个更大的。另外就是因为这个里面的空间很小原车的油量指示器不能用了，因为它那个臂很长，它放不进去了呢。所以现在这台车没有油量表，油量表呢是空的，就是完全得靠我自己打开油箱盖子去看里面还有多少油，这样子。如果说外观还有哪儿不满意的话呢，我觉得是这个仪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仪表它太臃肿了，太高了，对，有点破坏了这个整个车的这个线条。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去掉它，没有这个表的话呢，这个样子会不会好很多，是吧？那为什么我没有去掉这个表呢？是因为这个车这个雅马哈的 FZ6，它的仪表盘上有很多信号，包括油量速度发动机转速这些呢，它都是通过编码传到 ECU， 然后再解码显示到仪表盘上的。它是这样子的。如果你买一个第三方的仪表，那很有可能就是你仪表上面有很多的线，然后每一个信号对应一根线那你到时候还得研究它原厂是怎么对每个信号编码和解码的，还是比较麻烦。这也是我一直没有去改这块的原因。对，那今天先讲到这里吧。后面大家如果具体对哪一块内容更感兴趣呢，我再单独出视频。谢谢大家观看。